2023年中美博弈将成主旋律，美国已为中国准备了3大挑战。大家好，我是肖印华。中美两国的交手将成为下一阶段世界关注的焦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影响世界最大的事件是俄乌冲突，大家关注的焦点大多在美国和俄罗斯身上。那么到了2023年，俄乌冲突大概率会继续下去，但中美博弈将会取代俄乌冲突，成为2023年的主旋律，对世界造成更大的影响。首先，俄乌冲突虽然仍在继续，战况十分的惨烈，但战火蔓延到全世界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美国挑起俄乌冲突的目的只是想吸收欧洲的资本，迫使俄乌关系破裂，这些目的基本都已达成。对美国来说，现在是时候转向下一个目标，所以在乌克兰战场上保持现状才是美国最希望的。既然要保持现状，就没有必要首先打破平衡。我们合理推测，今后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大概都只能做到跟俄罗斯保持僵持状态的程度，俄乌冲突将会演变成一场持久的消耗战。现在美国正在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中国头上，中美博弈将成为今年的主旋律，斗而不破仍然是大背景，但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却不会因此有丝毫的留情。仅看现在，美国已经为中国准备好了3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安全挑战。一个国家要稳定要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大环境。而在中国周边，虽然看似风平浪静，但已经暗流涌动。东北部的半岛局势，东南部的台海局势，西南边陲的中印边境争端，这一处处火药桶的背后都有着美国清晰的身影，中间只隔着一层薄露蝉翼的窗户纸。与此同时，日本也借着美国的掩护，不断军事松绑，对中国虎视眈眈。或许他们不敢成为正面破坏局势的排头兵，但各种各样的挑衅想必是少不了的。一旦中国破功，所有的火药桶恐怕都会同时炸开。第二个挑战在于疫情。今年1月，中国全面放开疫情管控措施。与此同时，之前一直唱衰我国清零政策的西方国家，在我国开放之后，并没有丝毫的善意，反而纷纷开始收紧了中国旅客的入境政策。更为过分的是，这些所谓的防疫措施，大多数仅仅针对中国旅客。这种双标作态，说是为了防止疫情传播，但实际上是要利用这波疫情开放炒作对中国的不利舆论。如果接下来出现更危险的毒株，恐怕毒株来源还是要扣到中国的头上，到时候我们的国际环境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恶劣。第三个挑战在于经济，先是美联储不断加息放水，后有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再加上美国发布通胀削减法案后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接下来这段时间，全球的市场和经济状况恐怕都会受到美国的拖累。这种事情不可避免，但对我国其实是非常不利的。要知道，疫情这几年，我们的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主要就是靠的出口。但国外需求这么一衰退，国内需求要是跟不上来，那么我们的经济大豆们搞不好真要变成美国的收割对象了。那么面对美国这些挑战，中国就没有应对之力了吗？当然不可能。安全问题主要靠定力，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节奏，美国不下场，那些臭鱼烂虾顶不了多大的作用。美国要是下场，我们的解放军也不是吃素的。在经济问题上，全球经济市场固然会衰退，但我们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这次疫情放开，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为了让国内市场快速的复苏，建立起经济的内循环。这样一来，即便国外市场出现萧条，国内市场也可以繁荣。
而只要我国的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势头，那国外那些不利舆论传得再广，也都会在事实面前灰飞烟灭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